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最近我公司和另一家公司有一个合作，然后认识了一个跟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兄弟。他毕业出来工作了几年，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才能摆脱打工这种看不到尽头的生活啊？他说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几乎每一年都考第一，不知道为什么一出来工作就变成了和其他人一样，拿着一份普通的工资，买房买车对他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他跟我说他非常难受，自从大学以后和女朋友分手就一直单身。然后他最近去了同学会，看见很多当年班里面的学渣都变成了大老板，他们合伙一起搞公司搞投资，个个都在炫耀，而自己却不敢出声，生怕被人家问候和关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混得很差，很丢脸。明明自己以前在学校是风云人物，明明以前自己读书这么厉害，这人让我想起了当初的我，所以我就很真诚地推荐了《富爸爸穷爸爸》和《论语》给他，说这两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很多朋友的命运，这足以让你买得起房买得起车了。他说没用的，以前他读书的时候也读过《论语》啊，他已经对《论语》很熟悉了，问我还有其他书推荐吗？我笑了笑就走了，因为他和当初的我其实并不一样。我不是不想渡他，而是他不相信我，这人是笨蛋。别误会，我不是在骂他，他的智商可能很高，但正因为他的智商高，让他很轻松地融合了我们的教育制度，让他成为了一个考试的机器，让他成为了一个笨蛋。其实啊，无论是他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的方法，都已经偏离了大道，而且是很离谱的那种。最惨的是他还不自知，像他这样的例子一做一大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依然是个穷人的原因。难道是书的内容不好吗？难道是分享的人有所保留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能成而你不成呢？这与智商无关，而是因为你学错了。你学错了该怎么学习？今天这部影片比较严肃啊，因为我要尽我的一切可能去帮助大多数人重回学习的大道上。到底我们该如何学习呢？怎么学赚钱？怎么学创业？怎么学投资呢？如果你听懂了，你学到的知识才能真正的为你所用。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空杯的心态去看到最后，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会很多，因为在这个宇宙里面，你我都只是一点小尘而已。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用，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我们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要学习，后面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把知识为自己所用。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小时候常常在想啊，学习是怎么会快乐呢？对我而言，学习是痛苦的啊。在我读书的时候，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就是打游戏。当时的互联网才刚发展起来，每天上学和放学想的都是回家打怪，晚上不睡觉也要打。我根本不能理解学习是快乐的，我只知道打游戏是快乐的。直到后来长大一点，我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人一样，是一个很傲娇却又很迷茫的人。我不爱读书，却又考上了大学，但进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样工作和生活。想想别人的父母都这么有钱，也有女朋友，有背景，有前途，我好像什么也没有。但我跟那个人不同的一点是，我愿意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学习，这是唯一能从穷人堆里面爬上来的方法。我愿意相信那些比我牛的人告诉我的一切，因为我相信成功并非侥幸，能够白手起家的人一定有他们的方法，有他们的规律。所以当我发现很多的牛人都喜欢看《论语》的这个规律，我就把这当作很讨厌的书再看了一遍，而且是怀着空杯的心态去看一遍。这一看就觉悟了，我发现我成长了，我开始感受到我越来越有底气。这种底气或许是一种修养。我慢慢发现我的心性比一般人好，我更加的耐心，更加的冷静。我慢慢发现我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而且我相信我一定会出人头地。《论语》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学，为什么是这个字而不是其他的字呢？许多年后我才发现啊，因为当我们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学啊。无论你是想要创业，想要当老板，想要做人，甚至想要谈女朋友，都需要学。比如公司要招聘一个管理人员，你没有学会做管理人员，你当然就招聘不了管理人员啦。
所以学真的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不懂经济，你就不可能懂股票市场会涨还是会跌；你不懂人情世故，你就不懂得拍马屁有时候是必须的。当你处于弱势的时候，拍马屁并不是一件羞愧的事，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不懂拍马屁的臣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你一无所有，你要出来打工的时候，你想要升职加薪，你就必须要学会拍马屁。如果你这个人很冷漠，不懂得让上司和有本事的人舒心，你就没有前途。你不学，你甚至还嘲笑那些会拍马屁，而且那些日子过得比你好，老婆比你的老婆漂亮的人。你不学，你就成为一个顺负的人。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越学越让自己过得好，就是自认自己；另一种是越学让自己越蠢。比如一到节日，很多人看到别人发节日祝福，自己也跟着复制粘贴这些节日祝福语，然后到处乱发，凡是在通讯录上的都去发一发，有关系没关系的人都发。这就是盲目的学，你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也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这都是学错的人才干的事情。而正确的东西你又反对不去学，比如你要让你的上司感到舒心，你才有可能升官发财，结果你反对，说这是拍马屁，结果你只能当一名员工，收入非常的低，这就是学错了。比如在家里，你要学习让老婆开心，结果你说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大男子主义，让老婆很不开心，家里面鸡飞狗跳的，这就是学错了。那什么是学而呢？这就是学了过后才有而，就是说任何事我们必须要先学习，才有后来的好处或是坏处。如果你不学习，做后面的而什么的就没有了。只要你愿意学，你才有做人上人的机会。如果你不学，你就只能做普通人，做愚昧的人。学而时习之，这个实质就是要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学习，不是今天学了明天就不学了。比如很多人读书的时候很努力的学习，大学一毕业就不学习了，就不摸书了，因为不用考试了，甚至有些人还把书给烧了，去宣泄当初考大学的那种辛苦的委屈。这些人就是没有读懂学的本质。学的本意不是让你只懂得一个道理，而是要练成一项有用途的本领。比如你去看我 YouTube 的影片，你不是要天天的去看，而是需要把我的方法学到自己的手上，练习会了去赚钱。当你真正赚钱了，你才会快乐。如果学习只是听课，只是理解一个道理，那么不如不学习。学是要讲功用的，学习要有功利主义。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就会变成那些说自己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也就是依然赚不到钱的人。学习的本质是先模仿，模仿要模仿大师，也就是你要把古今中外最牛最厉害的高手找来模仿，那么你就会变成高手。这里有一个改变命运的秘密，也就是有些人天生学的就是工人，所以一辈子就成了工人，而有的人天生就学大师，所以一辈子荣华富贵。比如我有一个亲戚去学了挖掘机，现在就在一个工地开挖掘机，那这个人就很难荣华富贵了。再比如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儿子，这个公子哥先是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他的父亲直接派他到一个最好的分公司总经理那里做了一个助理，就是跟着总经理学习做总经理。后来这个公子哥学了3年就成了总经理了。而我们很多人还在为月收入破10万而奋斗，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能学习做总经理怎么办？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在你的能力范围和眼界范围内迅速的找到一个有利于你的本领去学习。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赚的投资是什么？就是阅读。因为你只需要花点小钱就可以买到一些伟人一生的精华，然后直接去模仿，这些是商业机密啊！我相信你能懂我这句话，你的命运会迅速的改变。但阅读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闷，因为很多人潜意识已经被植入了看书是闷的概念，所以现今最快吸收知识的方法反而不是看书，而是听书。为此我花了重金举办了财富自由品书会，我找了一些专业的主播，连同我自己，每周2天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100本好书，这些都是我们花了超过3个月的时间精心整理出来的。大家除了可以去研究作者的思维外，还可以吸收到我们团队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比如创业、赚钱、投资等等。我敢肯定的是，你自己去看书的话，也不一定会看懂，因为里面很多的东西都需要觉悟和经历，这些都是学校不会教你的知识。我不知道大家的梦想是什么，但毫不夸张的讲，我们品书会里面很多人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两本书而改变了命运，买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开设自己的公司，透过投资不断的钱生钱，还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等等。另外，如果大家想要瞬间的提高自己周边环境的层次，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群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以成为企业家和专业投资者为前提的。我也在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换赚钱和做生意的情报，互相的提供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富人圈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跟你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的认识，互相的洗脑，在华山论剑，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我的这个品书会是专门为那些愿意为自己未来拼搏的人而设的，你知道吗？这样的做法已经帮大家筛走大部分的穷人了，因为穷人是不可能认同我这样的想法的。而现在品书会的优惠是我自己帮大家补贴的，本是想减低加入的门槛，但现在我想想又觉得不必要了，而且我团队的成本也不低，所以品书会会随着书籍的更新不断的涨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就可以马上用优惠加入我的品书会了。所以读懂学这个字会改变命运的，这就是圣人书厉害之处。学不是提出相反的看法，不是口头上讨便宜。很多没有智慧的人喜欢口舌上的胜利，而高手一定是勤勤恳恳的，按照老师的说法做法去行动，最后自己得利。这就是我们生意人最向往的闷声发大财。高手都能理解，跟着牛人学习做事一定有好处，而愚蠢的人自己没有本事，就习惯性的反驳别人。真正的高手呢，也就不点醒这帮愚蠢的人，他蠢由他蠢了。所有的学习都是先模仿，你必须模仿富人，你才能成为富人；你模仿穷人，你就成了穷人了。所以，但凡是网络上、现实中仇富的人，都不是什么聪明的人。一个人不可能模仿他仇恨的人。如果你仇富，请迅速改变你的心态，这将改变你的命运。学习的根本是照着做，而不是听课，也就是高手如何说，你就去做，不会也做。做多了，摸着石头过河，你也就会了。会了过后，你得利了，你就会会心一笑。这就是不亦乐乎。这种喜悦是内心的喜悦，用不着与人分享。这就是圣人之学，学以润身。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东西学不会，可能会很纠结，甚至会埋怨教授我们的人，这也是错误的心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想想是不是自己没有领悟到要点，是不是自己浅尝辄止。比如我们创业做一个项目，你做了5天就要求有结果，而一般创业是要拼搏干3个月甚至6个月才能看到是不是有结果。所以没有结果要反思自己哪里错了，而不是怪老师，怪你模仿的案例有问题。别人既然能生存，说明别人的道理是对的，你不能生存下去，不能做到，说明你的领悟力、行动力有问题。这就是存在即合理的道理，要根据事实去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学还有一个核心，就是你不要见什么都学，你要学习你愿意从事的工作，愿意认可的思维。你不认可你就别学，你不愿意行动你也别学，你去学你认可的，你愿意行动的学问。如果你不愿意行动，你还去学，本质是浪费时间。所以其实很多人学习英语，但是并不用英语，这是一种极大的时间浪费、精力浪费。我还看到很多人去考驾照，自己又没有买车，甚至根本用不着开车，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学开车，这在员工当中是一种风气，这也是一种错误的学习。学习要聚焦，你能学到一种生存本领就不得了了，不要试图学习很多种生存的本领。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把所有时间都聚焦在一个点上，成为一个专家，你的收益会是最大的，而不是盲目的去学很多种本领，一种也不精，最后养家糊口都困难。这些正确的学习理念，你跟着模仿，做到了最后，就能让你安身立命了。说白了，你就是靠着你的特长赚钱了，开公司了，当老板了，甚至带着一帮听话的新人做大做强了，你当然就要不亦乐乎啊！你就品味到圣人说的原来是真理，你得利了，你就快乐。这便是
学习当成一种习惯，不断的练习，对于自己有好处的本领，靠着这个本领得利了，能养家活口，甚至兼济天下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那该怎么学习呢？学习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学校制度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就是勤奋。你只要足够的勤奋，你只要比别人晚一点睡，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去背书、去做题，你就能比别人考到更高的分数。简单来说，就是题海战术，就是去背题目、背答案。数学也好，物理也好，所有的科目都是一样的。我以前考写作的时候，就会背很多古今中外的例子进去考试。对，你可以考得高分，但这是真正的学习方法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企业家告诉你，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勤奋学习啊？没有啊，李嘉诚也只是说他在抢知识而已。勤奋学习是我们父母和学校老师告诉我们的，但他们自己却不一定混得很好。而李嘉诚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经过被这些父母和老师拿来解读后，就误导了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你根本没有真正的去学习知识。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如今这个时代最有钱的人，是不是学历最高的那帮人呢？答案并不是的，大量的富豪都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书都没有读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早就出来工作，因为没有学历，所以也找不到工作，要被逼自己创业。那为什么他们能创业成功呢？而高学历的人却很难成功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被学校的框架束缚了他们学习。有些人常常说，如果赚钱真的如你说这么容易，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穷人啊。这种人愚昧至极。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吗？他们认为学习其实就是在学方法。比如我们去学开自行车，当那个老师告诉你，你只需要双手抓着握把，然后一直踩就会懂了，然后我们就照着做，然后有的人就真的学会了，我们就学不会，我们就去骂那个老师，骂他不会教你。其实我们就是笨蛋。我们人类都是从别人身上去找问题，因为我们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学会，而你不行呢？那有的人就会说，是因为天分的问题啊。那我想问你，何谓天分？其实啊，有天分的人就是能找到规律的人，而能找到规律的人就是那些会研究老师思维的人。我们老板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体系，通过这个思维体系，从中生发出千万种属于自己的成功方法，为自己所用，最终用这套成功的方法成就所有的梦想。也只有学会这个，才能成为领袖，才能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王者。记住这句话，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都叫知识，结论都是在拾人牙慧。知识结论再好也是别人的，不是你的，而你所体验到的、悟到的、生发到的才叫智慧。智慧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我不是来教你知识的，我是让你看完这部影片以后，直接悟出属于你自己的智慧。老师是在不断往你的大脑里面装些什么，而大师是让你在内心深处悟出什么。所以我们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学一个方法和技术，因为方法和技巧再好都是别人的。我们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能够悟出一个属于自己独立运营思维的体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领袖，成为老板，我们就可以生出万千个方法为我们所用。而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社会趋势。比如当年亚马逊来了，你不学习；后来 YouTube 来了，你也不学习；后来人工智能来了，你也不学习，那么你就被时代淘汰了。如果我们不想被淘汰，我们就要抓住时代发展的趋势。我一直很推荐大家在 YouTube 这个平台创业，是因为我自己为大家实测过，非常适合想要白手起家的各位兄弟姐妹。因为难度相比你去开一家餐厅更加容易，而且几乎没有成本，赚的更比开一家餐厅高几倍。我是过来人，所以我很有资格告诉大家这些。如果你让我投50万美金去开一家餐厅，还是投去开一家培训 YouTuber 的公司，我想都不用想，我肯定是投去 YouTuber公司，因为这是科技发展送给我们创业者的福利。虽然一开始我们只是从员工过渡成一个自雇人士，我们需要亲力亲为，要自己为自己干。但当我们建立起了足够多的流量后， YouTube 的广告收入更为我们带来了被动收入，然后我们的很多 YouTuber 都会接业配或者是卖产品，这就能赚更多了。我们做起来以后就会越来越轻松，因为我们可以组建团队，让团队去优化我们的操作问题。那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关于操作的问题，大家可以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里面有一个课程，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也是靠里面的知识去操作的，非常适合从零开始的各位。YouTube 创业是我唯一推荐给大家的创业项目，因为其他的适合我，但未必适合你，而且还因为是创作行业，不怕将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所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用到链接里面最优惠的价格参加。好了，说回这习字，很多大儒讲的是练习，这练习当然也对，也就是你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自己去琢磨练习，把这个本领变成自己的。我还要说另一种解释，就是习惯，你必须要把学习本领当成是一种习惯，那么你就会快乐起来，这有点以虎为乐的意味，所以后面说不亦乐乎，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习就是要学习别人的思想吗？不，我们常常去说学习富人思维，但其实并不是要去学习思维，而是要去学习思维背后的原理。你要去研究那些企业家所有行为和语言背后的思维原理，而不只是单纯的去知道他们的思维。道德经里面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是道？生发思想的思想叫道，讲不清楚的东西叫做道，凡是能够讲清楚的东西都不叫道。道德经本身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给你道德经是想把他的思想给你吗？当然不是，他是想让你把他的思想变成工具，让这本道德经为你所用，让你找到自己的道。结果你把他的工具变成思想。换言之，我们向一个人学习，不要去学习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再好也只是属于他自己的，而应该去挖掘生发出思想背后的原理，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生发出思想的根本。我们去学方法是学习他人的方法，而我们学思维学思想是为了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思维和原理。什么叫做智慧？思维和原理就是智慧，知识就是知识，是没有生产力的，知识只是让你知道，而智慧是让你做到。知识是别人的，智慧才是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区别是什么？很多人在大学里面学到了很多，但是出来社会一事无成，很多人初中就辍学了，来到社会上白手起家，创造了自己的财富帝国。这种人没有知识，但是这种人有智慧。当你看完这部影片，对我来讲是我的智慧，但是对你而言，它只是帮你找到你自己智慧的工具。当你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智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为什么我常说道通了，术自然无师自通，就是这个原因。喜欢学习术的都是笨蛋，并不是骂他们，而是他们就是学校制度生产出来的笨蛋。我们要去学思想，也叫学原理，原理就是根本。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通过现象找到本质，然后找到背后的原理。当我们能够找到背后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生发出智慧了。所以我认为学习的大道就是从事物的外在研究到内在的本质，然后找到当中的规律，生出自己的智慧。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